首先我还是挺轻松的，因为插他脖子的手不是我，对，这是一个道具。那只手是假手哦，因为在慈木的角色是他的手是可以怎么说了脱下来的，就是他的手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所以也需要大量的后期去完成这个手的一个功能性。所以其实大家看到的那个手其实不是我真实的手。然后周迅姐是特别辛苦，因为那个道具像是那个道具只能这样，它没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它很好的一点是，它要求有一个工作人员在背后勒着它，让它有一个窒息的感觉，就呼吸不了的那个感觉。后面其实还有一个人，应该是穿着绿衣服的一个人，就往后一直拉着他。其实在里面我还有另外一只手是从他的嘴唇一直摸下去，对。反而那个我觉得是重点，就是因为我觉得挺刺激那个感觉，因为角色是相爱的，不能是淡爱吧，就是慈母很爱他，很喜欢他，他确实是有点小变态，是他想要他的身体，也想杀了，也想不要那个身体，所以其实慈母在里面有各种比较互动比较大胆，所以前期也跟周迅姐沟通好，对，所以说很专业，没问题的，我们就来吧，这样。这就是爱他就要折磨他的一个设定吗？绝对是，对。我当时看以为是要抢他的这个阴阳寮长案的这个职位，也是其中一个，但是里面是带着更多的恨跟爱在里面的，对，所以演这种爱恨纠缠的变态的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就是因为借这个戏的初衷也是想尝试一下不同的领域，对，所以我个人是挺喜欢这种的，就是有反差嘛，就是能演自己也会演得过瘾，对，值得的跟自己说，就是其实时间确实是比较多，因为就在大家准备好之前，提前5、6个小时就到现场，要化好妆。比如说你9点钟开机的话，我得4点钟起床，5点钟化妆，每一天都是这样。卸妆也很久，卸妆要用大概2个小时吧，才可以彻底的卸干净，所以每一天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我没想这么多，既然接了这个工作，就应该很认真的去对待它。所以，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这样想，没有心理的暗示，所以我的皮肤还有眼睛都还好。对，疼，其实是疼，因为戴上之后，其实根本是看不清楚外面发生什么事。就跟一般的隐形眼镜不一样，我看东西的焦点都有问题，就是会完全看不清前面发生什么事的，要很专心。所以我们的眼睛有很多近景是导演会刻意单独再拍一条的。我记得有一场戏，闭着眼睛睁开眼睛，拍了很多条。对，就是因为你说了。就是那个焦点有时候有问题，有时候我看不清楚那个机器，就是有时候会浮动，所以就只拍眼神都拍了很久，很早就会画。其实这个戏的节奏是交代的很快，没有很多纠结，但是行为动机很明显。他为什么要黑化？很快大家就会知道，所以其实整个黑化的过程，它推进的比较前，但是它有几个阶段的黑化，造型上面也能体现出来。
会让我觉得7年前想做的事情是对的，就是因为你跟专业、跟很好的演员合作之后，除了你的演技我觉得会提升之外呢，最重要是态度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是这么成功的演员？可能是除了在镜头大家看到的他们之外，在镜头背后他们的状态也是很重要。所以其实有时候在这个圈子我觉得自己也挺长时间，所以一直觉得自己喜欢上的以前的演员到现在都是对的。对，那一种是某一种除了对他们的肯定是对自己的肯定吧，就是我觉得自己看事情对待事情喜欢的东西是对的，所以因为经过这一次的拍摄让我知道我是对的，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去学习。首先我觉得是沉淀，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的那种稳是除了演戏出来很稳之外，他们做人也是很稳，就是那种稳是可能是很相信自己的判断呗，对，然后不急也不会急，当然是对工作人员对自己身边合作的演员也是非常的尊重。跟周迅姐其实之前应该都有碰过很多次面，都是因为有一些品牌的合作。跟坤哥就是应该是第一次真正的见面合作，对。所以会有一种追星成功的感觉。说实话，没有。第一天导演跟制片来找我的时候，我是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一边听他们为什么觉得我是适合的，我还在想我适不适合这个角色，然后我才去接这个戏。当时候没想，真的没想，拍的过程也没想到我7年前说我要想跟陈坤跟周迅合作，所以我要接这个戏，没有，是拍完之后才真正的发现，我7年前说过这样的话。首先我记得建制陈国富就问我喜欢什么演员，然后就是听完他们说了这个角色之后，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本身也喜欢 Tom Hardy 这个演员，大家都觉得对，这个状态是对的，就是有一点那个 Tom Hardy 演坏蛋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是对的，然后大家觉得对，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加点什么什么，就开始聊为了角色我们要加什么东西，或者是怎么让这个角色更立体，就成了，就这么简单。对，特别喜欢辛爽导演，因为首先这个戏很成功，好看，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其实有彩排过的，但大家看到的是直播我们是有彩排，但是你们看的我们是一条过的，就是没有经过剪接的，没有前期录好的，是现场这样真的一 take 这样。所以前面我们要彩排我们走的位置，每个演员应该坐在哪，机位在哪，在这个沟通的过程，我就觉得辛爽导演是一个很细腻的，就是他其实有调过我的戏，就是他觉得要不你试一下这个方向去演，因为没有人比他更熟悉张东升应该是怎么样吧，对吗？然后我听了他改动了一些，就出了这个效果。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演员的成功某一个程度是因为导演，就是他能给到你一个很好的指示，很好的指令，应该去怎么做，你如果能消化了，你就可以演出一场很好的戏。
说实话，我不希望因为我的外形要我把自己变秃头，或者是毁容，或者是断手断脚。我不会想因为这样去争取给观众看到，哇，美婷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我就觉得怪怪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剧本这个角色是需要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合理的。为什么他要秃头呢？如果你给到一个很好的角色，我就觉得很自然，我就会去做这个事情。而我不希望去为了一个角色上面的形象而突出所谓的演员为了角色付出了有多少，我觉得这个是不够健康的一个做法。刚才坤哥就不是送了我一个红秋裤，对，我自己也准备了红内裤。对，就一般本命年都得念叨着穿这个红衣红袜红内裤。以前我不听的，到今年就开始不知道特别在意这个事情。对。那作为时尚达人的话，对穿着一身红会觉得头疼吗？疼，那所以穿在里面咯，看不到大家。那过本命年的感觉怎么样？还没过了，快到了。希望平平安安吧。我会努力更新吧，我尽快吧。其实已经录好了，对，录好了，有一首。本来是打算之前公布了巡回演唱会，为了演唱会做了一首我觉得很好听的广东歌，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延误了但今年我现在在录新的专辑广东歌本来就已经有了，但是新的专辑里面有新的曲风，也会有新的感觉带给大家。我觉得单板所有的项目我都可以驾驭了，然后现在只差双板。对，我想做历史上能拿到单板金牌的，又能拿到双板金牌的唯一一人。稳坐第一位应该没问题的吧？拿金牌应该还 OK。首先，你怕是没办法抢赚真丁的，在密室里面。但是呢，我也可以，因为后面我们也有玩。然后呢，我就觉得，如果我一直不怕的话，我觉得那我玩来干嘛呢？就是你去密室，你付了钱，你为了什么？你是为了减压，你是为了有人吓怕你，你觉得很紧张。玩了第一次之后，我就觉得反省了一下。就作为一个坦克，我进去我不怕，然后我又要付钱，然后我又帮其他人，我干嘛呀？我还不如收他们钱呢，对吗？那所以我第二次进去的话的时候，我前期跟自己说我要怕，结果我一进去就怕到不行。就是我觉得那个叫心理建设是吗？很重要，就是你要告诉自己究竟怕还是不怕。我是能做到可以非常怕，但是也可以做到完全不怕。对。上热搜的时候咯。上哪个热搜？对，我不知道，就是感觉上热搜的时候都会有莫名的紧张。慈木这种性格是根本没有办法有男团，就不能共处，就是根本不能在同一个空间出现。慈木就是那一种，他要霸占整个空间的人，所以他根本不可能在男团里面出现。我觉得C位应该给大师兄吧，因为我觉得他辈分最高。对。有一个戏四大名捕演过追命吧，对，因为其他的都有自理的能力，但是追命有点智障，他应该掉下水上里面就不懂游上来的那种。对，我觉得第一是刺激，第二是
视觉的享受，然后第三个是恐怖。特别喜欢跟前辈们合作，能在他们身上挖到很多宝藏，就会觉得很多真道理是对的，所以特别希望可以接下来跟很多很厉害的前辈都可以合作。